我先跪了，我先跪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太虚伪了！你知道他心机有多重吗？啊，第一集我们来宾转过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这样转过来。然后他转的时候，你们有发现什么事情吗？背后有一个人拿一个那个吹风机在吹他，他这样一过来，然后头发这样你要不要飞。试一试？我不来，我不来这一套的。我帮你好吗？我不来这，你帮我的话，我帮你。要准备好了哈。女神哦。好不好玩？他都讲不出来了。你不能吹正面，你要马尾飘。好好好，我再练习一次。马尾飘。你再给我乱吹，不是这一面。徐熙娣，我有帮你准备一样东西哦。咦，扭蛋人，我需要你。哇，我在那儿。啊！神出鬼没的。谢谢。哦，我记得这个，而且它下面要写一个字，对不对？谢谢。没有人看到这个箱子，没有人看得到。什么事啊？就是给你站的啊。我很好啊，现在站得很好啊。怎么样？有哪里不好吗？你推我干嘛？你可以这样。你知道我站这干嘛？像你眼睛就可以跟，你眼睛可以跟他对到。你觉得观众是瞎了还是怎样？我根本就不 care， 我比他矮这件事 OK。刚刚人家李诞就说了，我比他漂亮，我比较生动。他说你僵直，是哪里不生动了？我不生动，我不生动，我不生动。哎，林志玲，你知道李诞有女朋友？对他女朋友很漂亮。你有看过他女朋友吗？有。我们把他照片亮出来可以吗？啊，别吧。其实无所谓，反正都知道。这么漂亮，怎么回事？哇哦！哇哦！他是艺人吗？没有啊，不是。你是靠感情追来的吗？对。他喜欢你什么？啊，就美色啊。对。什么？就美色啊。你刚才在志玲没有出场前，你说你女朋友比较漂亮。我觉得志玲姐应该也心服口服吧。很好，我喜欢有自信的男人。好嚣张哦！至少他比你年轻。不会，护女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女朋友的话，你跟林志玲吃饭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想象吗？只有尊重，连前辈。女生超讨厌被人家称为前辈的。那怎么办？那我真的是从小看他们。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从小到大，气死我！徐熙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从林志玲第一次来康熙，你决定叫我们替你准备箱子，到现在你不再需要箱子，这中间你的心态怎么升华了？我觉得是你生孩子了。后来我发现观众爱我不是因为我的外形、身高，巴拉巴拉巴拉，是因为我整个人就是风趣幽默、生动。观众喜欢我带给他们欢乐。可是志玲也很生动啊。没有啊。你多久不敢穿这种衣服了？我没有不敢穿，我是觉得何苦那么累。不管再怎么瘦的女生，坐下来的时候，这边就是还是会有。林志玲知道她要坐下来啊，她绝对敢坐下来啊！来，志玲坐，她一定是从头到尾。林志玲小姐，请坐。哎呀，优雅！哇，她坐了，她坐了。你有没有看她挺多狠？她已经挺到她那个脖子的青筋都要爆炸了。哎，李诞，我的制作人跟我说，你今天是为了志玲才来的。真的假的？真的。他根本没有把康熙放在眼里啊。谁？哪个制作人？出来！哪个制作人？没有。真的有讲这句话吗？
他前几天跟志玲吃饭，他就整个没有对我倒是想知道，我是因为要上这个节目，我特意先见了一下志玲姐，但是那个照片里面你们坐的最远，因为她看到我说你恶心，没有不是为什么？是谁邀请你们两个共二姐没有，就是一个好朋友张歆艺，她在家里煮一个火锅，对我们一起去吃火锅而已。要吃火锅，没想到去那变成一个道歉大会。对对对，碰上了。对，哦，志玲那天有喝哈，有脸都红的有一点，陈逸飞夫妇吗？那个是啊，对对对对对，谭维维是对对对，是，这个局去干嘛？真的很像一个道歉大会，对不对？李诞就各种道歉，然后花花就各种没关系，我没事这样。可是这个道歉大会大概20分钟，他们俩就喝挂了，喝趴了，趴在桌上，才他被20扛分钟。回去的。我觉得林志玲最近比你诚恳，怎么说？就是我问她任何人生的问题，她都回答。我从跟你还没有很熟开始，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都是直接回答你。你最近婚姻怎么样？非常好。笑个我是讲真的耶。你讲真的，你干嘛含泪讲啊你我？没有含泪，我有泪吗？我还觉得眼睛很干呢。我刚刚那是很真实的答案呢。你觉得林志玲相信吗？他相信，因为他见过我先生。你看她那个同情的眼神。他见过我先生，他看过我们俩相爱的样子。对不对？你讲话，你讲话。我相信。你接话可不可以接快一点？你看过他们夫妇相爱的样子？有，大概是8年前吗？没有？他们只要在一起就黏在一起，各种抱啊。然后你要讲我老公多会照顾朋友什么的，是一个你老公多好的人。超会照顾朋友的，对，他对朋友真的很好。他对我也很好。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你脑袋瓜子里面什么我还不知道。所以你有在为志玲的单身操心吗？有一阵子我本来还替他开心了，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像是真的的消息，然后就有记者问我，我就说如果是真的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他赶快，就这样吧，就嫁了吧。我会很真心的祝福他。可是现在好像又没了。哇，好真实哦这一段。那我们节目是走真实路线呢。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很放得开？就是没了他就说没了。我没有听到他说没了，没了。我现在是单身啊。那你现在还有在期待再找一个吗？还是说你已经累了？希望有吧。为什么都是他在找一个？为什么不是别人找他？对啊，你都没有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吗？有，就明明你就是第一名模，为什么还是要你去找男生而不是男生？我有反省，我觉得可能问题是在我自己身上。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你要跟你女朋友分吗？啊，我不配，我不配。你觉得他的问题出在哪？他怎么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太完美吗？观众朋友觉得太完美，反而让男性有压力，是不是？李诞，你第一次上节目是上什么节目？你还记得吗？就我自己的节目啊。你会为了你第一次上的节目留下纪念物吗？不会。我其实第一次上节目是被踹上去的，就我不想上，是我们导演说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填一下，就这样。非自愿的。对，所以就很痛苦，很紧张，就是哆嗦。豪平，你第一次上节目会把纪念品留下来吗？我每一次都会留那个名牌，然后贴在我们家门上，然后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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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我留下那一张第一次名牌上面是写艺人黄豪平那一张。一个人吗？不是一个人，是艺人表演有才艺的。还有好几张是5人黄豪平，8人黄豪平。我是一个团体，这样子有6个人。可是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节目，你并没有名牌耶。那表示我已经不需要名牌了，大家认识我了，掌声鼓励一下。直接把你出现部分剪掉就好。你今天就没有东西可以收起了耶。不，还好，我等一下就把那个手卡剪走就可以了。志玲有留一些东西，跟我们节目有关的，我们把它送进来吧。来，我们把林志玲的东西送进来喽。扭蛋人要滑楼梯吗？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来，我来扶你。我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是一个很大型的东西。哇，什么？这是2004年我去参加康熙的时候穿的衣服。第一次吗？14年了。04年，你还特地装在袋子里面，然后写上日期。对，11月23。之前我们有做一些义卖，然后把它卖出去，然后可是这些买到的朋友他觉得很重要，所以他又还给我了。真的啊？哦，对。哇。这是什么？这是也是2009上康熙穿的衣服。跟杰伦？对，跟杰伦。你跟杰伦在一起干嘛？就是宣传电影。你觉得杰伦当时对他怎么样？你该不会是有跟周杰伦在一起过？没有啊，怎么可能？所以你只有跟言承旭在一起过？我先滚出去了！不要追我！哎，你真的要不要装看看？我帮你装，你要不要进去？我帮你关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他又不是蚌壳精，你在这玩这干嘛？很想进去。干嘛留这些啦？看，这是什么？这个是你们最后一集康熙的时候的邀请函。哦，对，这个是你写的吗？对不对？明明说好最后一集，结果我们又开始了。开始了。哎，这不是康熙来了，叫真相宝宝，他是万物。我都没有留这个哎。我根本没留。王浩平，你看上面还有我跟 S 的脸。我记得我没有拿到那一张邀请卡。对，我没有邀请你。最后一集名额有，是没有我。康永哥的《痴痴的爱》的首映。哎，他真的留很多东西，怎么办？我们两个好没有良心哦。盒子里面是什么？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礼物，然后一打开是送给你的。你看，怎么可能？真的送给 S 的东西为什么要送给你？我也不知道，觉得我们感情太好。它上面写上官弟弟，真的是我哎。哇，真的，所以你到现在才转交给弟弟干嘛 ？Sorry。哦，他是电影首页说要请他转交给你，他是送了一对我们姐妹的。哦，天哪！就不能给导演也做一个吗？有我们呢。所以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不对？那你一定会留第一次跟男朋友去吃饭的餐厅的名片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以前看的电影票就会留着。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还记得吗？卡通。约会看卡通。最近有跟谁去看电影吗？最近没有到电影院。也没有人陪你在家看 DVD。也没人约我。你一定是舍不得把前男友的照片丢掉的人，对不对？然后会不会拿出来翻，然后一边翻一边就在那边落泪？会留着。我觉得回忆一定要记得美好的，对，所以没有任何的悔恨。请问你前男友的照片都删掉吗？我都放在我妈房间。为什么要留着？因为觉得丢了好像会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对，就不好意思。因为对啊，我有听说别人说你乱剪照片，可能那个人不好。对。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对你来讲重要的第一次你都要留？那你家里会不会太多东西？可是整理得很好。对，然后对，像这样随时找都找得出来。对，所以连男友送的项链、耳环那些也要留吗？我好像我不太收礼物的。我喜欢收的是回忆。我有点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了，他太喜欢活在过去了。对，你说你喜欢收的是回忆吗？真的不行，活在过去，我也觉得。要不要我去你家把这些东西都丢掉？可以吗？我可以去清东西耶。那我也去好了，顺便偷点东西。我觉得要活在现在耶。是。OK， 可是放下了，这边放下了。可是我很高兴你这么重视我们，谢谢你。谢谢。好，请问我们刚才我们在账单里看到的东西，他们觉得有几件纳闷的事情。第一个，为什么喷嘴巴的东西很多？我真的很担心口臭这件事情。就别人如果有口臭的话，我就会保持距离，然后就是确定说自己随时都是在比较好的卫生状况内。是曾经有人跟你说过你口臭，你才有这个阴影吗？没有，就是习惯了。我就是很喜欢刷牙，然后很喜欢清洁牙齿。其实你清洁牙齿的手势是错误的耶，应该是这样。
没有人会这样清洁牙齿，这样是塞不进去的。这样跟牙缝是怎么塞？你刚刚那个什么？因为它是清洁牙齿，因为一定是用牙线嘛，才可以把那个缝里面的东西抠出来。他在那边讲是要清哪里？这是李诞说你很生动的原因啊，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了。你的酱肘子的用量是？用量？什么用量？你买的量很大。对，分享包嘛，对不对？是跟家人一块吃还是？跟工作人员。你是每天都要吃吗？因为有时候你会工作的时候怕肿嘛，隔天肿就会吃比较清淡一点。然后一段时间工作完了，我就会很想要稍微放纵一下，可能就会暴饮暴食。你觉得他吃泡面会比你漂亮吗？会这样吸进去吗？好，来泡面进来吧，来。真的有泡面吗？等下我先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哈。认真的耶。那有什么好示范的？那个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吧？红烧肉哎，GCD，你吃红烧肉应该不会不好看吧？我吃东西一直都是非常有气质的。一口。给他拿点水好不好？你不行，有10分钟都不能讲话了。喝点水。他吃的帅需要跟我们一样大。他用手遮，我刚没用手遮。你看，你这个人真的。可是他现在表情比你可爱哎，怎么办？而且他还在跳舞哎。好像他吞咽完速度比你快，你还在弄哎，所以他挑的是肥肉比较多的。可是吃肉很简单啊。你吃一个很文人的，拜托。仰望诗和远方的吃法。遥望着远方。那个肉也要够吗？很够。有像那只袋鼠吗？望着远方。我们这样讨论的事情呢，是令我感觉到非常意外的。我们以为养生这件事情，追求青春永驻或者长生不老，应该是起码40岁以后的人做的事情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看到调查出来，阿里数据告诉我们，搜寻养生这2个字最密集的年龄层是18到25岁。各位小哥哥、小姐姐，现在开始养生，满脸胶原蛋白，让你 C 位出道不是梦。养生已不再单单是老年人的 pick。通过阿里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得知，在购买养生产品的消费人群中18到29岁的比例竟然高达52%，紧跟其后的是30到39岁，也占据了30%的高比例。而跟养生有关的热门关键词搜索中，用最贵的护肤品熬最长的夜，非常作的朋克养生，开始出现发福、失眠等早衰初老现象的中年少女，不想和英国王子组队的发际线阵营，成为了年轻人最爱搜索的 Top 3。跟养生还是不熟，不要冲动右上角，让我们一起向花花了解一下团，了解了解吧。朋克养生形容90后一边作死一边养生，一边玩到很疯。就是我去就是外面 KTV 夜店，我都是点那个红枣茶，就一边喝红枣茶一边喝酒。枸杞红枣大家都知道吧？以前长辈们就喝啊。所以是家教，有样学样，其实一点用都没有。雨润，你也有特殊的原因吗？不是，就刚做红人的时候，以前很穷，也没有钱养生以前，但是每天都要 P 图、修照片，有的时候连续熬夜4、5天。你 P 图需要熬夜4、5天？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新，所以可能一下子要 P 几百张图，都是我自己来，因为也请不起别人，就要我自己 P，那真的是要熬夜。还有剪视频，你知道有多烦吗？剪视频你知道有多烦吗？多烦吗？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这样子长期熬到后来，我真的3、4天会睡不着觉了，就身体变得很不好。从那时候觉得，我如果再不调整自己的作息，就是开始养生的生活，就真的不行了。你有使用枸杞的习惯吗？还是会。用在哪里？保温杯里啊，枸杞。保温杯。它有一个神秘的保温杯啊，里面常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养生茶。对，补气呀，补血。有用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哎。
另外一个词是中年少女。哎，你认为中年少女是几岁啊？我们90后也不算是少女吧？他们男生看到我们都会说，哎，你们这个面孔都已经老了，是不是？这一集是为林志玲而做的吗？我走了。每个人都在说话讽刺她。可是志玲就是少女感很强啊。对呀，对呀，你吼那么大声干嘛？好，第3个词是什么呢？是发际线。发际线真的会渐渐往上移耶。因为我老公一直觉得我有刘海的时候看起来很不像巨星，他说你应该要把头发梳光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又逼梳到掉光吗？还是不是把那个头发绑光，然后让脸露出来，因为他觉得我额头很漂亮。可是长期绑马尾之后，你就会觉得他这边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天猫618活动有一个很惊人的数据，他说618开始的第1个小时。9000块的生发仪销售涨了10倍。我们有一个道具可以示范的，发际线的粉。他出来代言发际线，超没有说服力的。他没有发际线。这什么啊？哦，那个就是生发仪，好贵好贵。对，这个就是梳头发的。梳头发的。哦，然后这个是假装是头发的那个类似眼影的东西。所以如果我现在涂唇上会有胡子吗？会。现在是怎样？这只是有颜色而已啊，它不是有头发的质感啊。就你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感觉脸都会没有那么大，因为发际线就是黑黑的，就棕色的眼影了， Okay 搞成一个发际线。你们5个人等一下要告诉我们你们对于养生这件事情的看法。每期节目，我们将按照主题邀请各领域消费习惯人选组成花花了解一下团，借由他们的经验为我们提供话题、提供意见。到底他们所带来的东西能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同？而坐镇花花观察室的权威专家又将会如何分析他们的行为还有心理呢？一起来看看吧。然后志颖，你想先听谁的？我的养生方式是非常非常全面的。那我是想要变漂亮，所以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一整天都在养。那这个桌子完全放不下我的东西，所以我有把家搬过来。对，差不多半个家。来拿进来我看看。哇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穿这个背背夹，因为它可以帮你把那你是说治疗驼背的吗？对，它很有用，它真的很有用。就是你每天开肩的，然后早上起来穿着到晚上睡觉你再脱掉。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早上起床，然后这样子往后拉就好了？哦，但是我拉一拉之后，一会儿又想要脱下来。他不是一个喜欢靠自己的力气的人。对，然后呢，然后早上要喝很多的五谷粉。OK。就是什么芝麻的，你们知道芝麻是补什么吗？头发吗？对，补头发。然后杏仁是补什么？哎，可是你早上吃那么多东西你就饱了耶。对呀，就不用吃早饭啦。所以有一些瓶瓶罐罐的是保养品吗？这下面这个瓶瓶罐罐的，就是这么多药，就是我晚上睡前要吃的。像是那个蔓越莓，它是对女生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葡萄籽，抗氧化，太重要了。美白最重要的就是抗氧化，还有就是美白丸。哎，为什么美眉对你们2位巨星讲话的时候，好像觉得你们不懂美白的样子？不是，我是寻求那个。是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现在都很容易放空。所以你现在有一种历经沧桑再回头看他的感觉吗？就是说这些东西谁不知道啊？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哦，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抽脚的。这我真的没看过。竹蜻蜓是不是很适合他？像哆啦 A 梦。我刚好拿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就是哆啦 A 梦这样子。对啊，就竹蜻蜓。没有，它不是这样子用的，它很瞎，它是一个瘦脸的东西啊。然后它自己是不会动的。用给我们看。我希望你永远都那样。这样会使得咬合肌更严重哎。他说是能够让你的嘴笑得更加的灿烂，就有的人不用再聊这种废物了好吗？再找来一个让你有票可以那个投的。这个训练的非常的好，它太适合那个大长腿了啊！就我来。它是锻炼的，你知道吗？它锻炼那个臀部的肌肉，你坐在上面就在锻炼了。你要握着2边。这晃吗？然后。对，你往左右晃，哎，左右晃，哎，然后就跌倒了。
都出来了。你干嘛？什么烂东西啦！李润，你见到的都好奇怪，这个真的锻炼得到吗？而且你说适合大长腿，他在这边根本动不到啊。不是，他在这上面动着，然后你就可以前后左右这样动。不是，你根本坐不稳啊！就零票啊，真的是零票。其实还好啦，是坐稳还是可以坐稳，就是很难动啦。原来这个超市门口有一种叫摇摇乐，知道吧？投一个硬币的那种，1块钱就可以摇得很爽很稳，还有音乐厅，好吧？还有喜羊羊造型什么的，多好！我没办法想象你在家看起来会有多愚蠢。所以他只能在家里用。对，这些不能被男朋友看到。就你平时做完这些运动之后，你就会大量的出汗，那你就一定要洗衣服，对不对？出门的时候不仅脸上要很漂亮，而且我们的身上也一定要香香的，这样才能更有魅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当妮护衣留香珠，衣服香水用当妮，持久留香万人迷。哦，你们今天干嘛都讲押韵的句子？太有道理了，我都没发现。对，那个超棒的，超棒。在场各位就凭你们高兴就行了哈。就是认同刚才于润所说的，请按1；不认同的请按2。来按吧。不是，他们这些人就应该是女生居多，他们只看颜值，这些人不公正。志玲，你人生有经历过吃这么多东西的日子吗？我觉得太多了。吃这么多会 OK 吗？有点极端，感觉就是你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要定闹钟。对，而且他每天他说他睡前要吃40片药，太多了。肝脏都不好了吧？应该。对啊，那美白都会伤肝，但我有吃护肝片。其实我觉得，不管每一个阶段，你都有当时的身体和你的状态，然后身体也会给你相当的宽容。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过度的，包括这些保健食品也好啊，这些被动性的运动也好，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反效果。那我觉得每一个年龄去接受那样子的身体和那样的状态很重要。潘雨润呢是长得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她就属于我们生活中典型那种叫重度健康保养者。那这个重度健康保养者呢，其实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些瓶瓶罐罐身上，从头到脚一个细致的护理。那其实在我看来呢，是有点过度了。就第一个，他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未见得都用到，其实这就是造成一个社会资源的浪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有点过于细致了。就像养生堂这样的节目，有一批观众是看了以后每半小时量一次血压的，最后记下来厚厚的一本血压记录，然后给到医生说，你看我的血压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种就属于就是叫过度健康、过度养生的这种关注者。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我觉得要卸下健康的包袱，因为实际上你已经比别人多投入了几倍的精力在健康上了，如果过多的投入这种精力在上面，又会形成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会造成你好像有一个药没吃，有一个营养品没吃，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涂，自己就感觉不舒服。这样的话，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呢，要让健康呢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陪伴你左右，而不是变成一种重度的负担。那志玲，下一位你找谁？高兴的，好了。我养生的看法就是跟风，因为我觉得别人筛选过一遍的那种就比较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打开电视就看到那个养生节目，就说就是脚底啊有很多穴位，你自己去足底按摩你可能就要花很多钱嘛，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什么？就是上面全部是对应的每个地方，密密麻麻，你要看一下吗？问题是每个人脚的大小不同啊，可能那个穴位会。我给大家都带，它是均码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穴位它对应的是身体哪个地方，它这个袜子上面都有标记好。它不会掉色吗？感觉。哎，你们去吃那个烤肉店啊，就是那个牛的部位就是那种。谁要穿？愁死了！我才不穿。在脚底可以按肩胛骨啊，对啊，就是它有不同的反射区，它扁桃体竟然是在大拇指哎，就比如说你胃痛的时候，它点这个地方按3次，每次按30下，它是真的有缓解的作用。啊，先生，请进来，手牌拿一下来，我们3号技师来，3号技师来，先生要什么力度啊？就最用力，最用力的哈。对。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哪里不舒服啊，先生？就我感觉浑身不舒服，特别腰不舒服。那我可以用这个按吗？
可以，那还是算了吧。啊，这个真的是我平时在家里会按的。然后就是有一次看到志玲姐姐发了那个健身的图片，我也想去健身，然后我就去搜附近那种单次体验的，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像明星健身都是有私教的，健身完了之后还有私教给你按摩。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他是说你这个肌肉，别碰我，刚抠完脚，这是解乏解了半天，过来在这儿。我有私人教练，可是她是一个女生，她按完之后会教我们怎么样自己拉筋放松。他们就用那种跟狼牙棒似的那种棒子，就是给那个按摩，然后但是要花钱288一次，然后我就回去看，发现家里有擀面杖，我就自己一边看电视。我的教练有给我那个滚轮啊，用那个又省钱又好用。所以你说你都是跟风，意思是这个是在养生节目学的，然后你自己试了以后有用吗？然后人家是老中医按嘛，所以我就买这个袜子按，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是真的有用。就比如说，它有一个穴位是解乏的，我就会，比如说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自己脱了鞋，就在那给自己这样按。解乏的，就是累了，是不是？对，就你好怕困，然后上场状态不好。荒唐，真的有用，你不要什么都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各位，刚才高兴小姐的解说，你觉得认同的请按1，认同的我送袜子。哇，你走开的票好高哦。超过70%的人叫你走开耶，不过还是有28个人认同你。谢谢28位衣食父母。志玲，高兴的介绍你要认同吗？我不会这样做哎。又有一个走开。呼架！差点就跌伤了。还好你动作快，而且李诞你做的也太稳了吧。你连这样子都没有，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来不及了已经。你刚刚是看好戏的心情，还是有护花的心情？没有，我觉得他故意的。你刚刚演到哪里？我还要继续。还有。本节目由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10赞助播出。都不属于我。我听说今天好像就是很多明星都在忙，所以那个制作单位就发了一个比较不红的来。所以如果等一下他转出来的话，大家就不要发出那种啊的声音，因为虽然不红，可是还是有小部分的人想看他吧。我希望你现在就把所有嚣张的话都赶快讲完，因为等他走出来之后，你就嚣张不了了。而且他脚超大，这么大。我跟你讲，他今天穿得很厉害，然后你穿这样子，因为我不 care 他。我跟你讲，越在乎自己，就是说我漂不漂亮，我会不会输的那种人，越会把自己打扮的，你知道，就是很张牙舞爪、富丽堂皇，然后什么珠宝就往耳朵上弄，然后项链就要挂，然后手环也要戴，高跟鞋要穿那么高。虽然她已经是女巨人了，像那种人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因为像我就是对我自己很有自信，所以我穿的你知道 relax。在他进场之前，我要先帮你介绍，因为我们今天来了几个有来头的人，然后当中有一些男生呢，你应该会对他欣赏，李诞先生。哇，你好。昨天晚上还在说，可不可以先给我李诞的WeChat帮我要到，然后我经纪人就说，我现在不给你李诞的WeChat，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乱发一些说。李诞，我问你啊，如果 S 晚上会传讯息给你，我就截图发微博。不要脸！这个算是我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是我的梦想之一吧。收到 S 的短信。小学6年级，他年纪很小，你不是48吗？我89年生人。哇，那年轻才子。今天的大来宾压力会很大哎，他是全场年纪最大的一个哎。可是我必须要讲，他真的养生养得非常好，你真的看不出来他56岁。你就趁他没有出场前尽管嚣张吧，等他出来，我觉得你就没话说。如果李诞跟旁边那位小麦选一位的话，你会选择谁？我一定会选李诞的啊。所以你觉得长相比有趣？小麦这个长相你能够看多久？
可是李诞那个我也不能看太久。李诞那个看到一半，我就会拿枕头压住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啊！”小麦呢，就是他有意大利血统。哇！你有多少意大利血统？就一半啊，虽然我长得不太像哦，但确实是一半哦。我爸是真的意大利人，他蓝眼睛的哦。所以你会说意大利语吗？就会说一点点啊。你靠近 S， 然后用意大利文称赞说她怎么可能这么漂亮？Ciao bella. Ciao me.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ome stai? 哇 Thank you. Grazie. Grazie. 他只会单字哎，你不会整串的意大利文吗？就其实不太好了。那你这样就枉费你的意大利血统啊。对，可是怎么办呢？就而且你感觉会不会太薄啊？就还要再练练，可能对。因为如果是意大利血统，太薄吗？它很薄啊，感觉应该在。李诞也很薄啊。李诞又不是靠外形的。我会说蒙语。你会说蒙语？你会用蒙语说你怎么那么漂亮？跟我喝酒吧。只会说喝酒吧。好了，我们就学一下喝酒吧哈。阿个呵，阿个呵，阿个呵，阿个阿个呵。到底到个几个音？3个阿个呵，挨个喝，挨个喝，挨个喝。听说你最近在微博宣称你不再减肥，他还说不化妆呢。微博我真的是不化妆，我是跟他同一路的。可是因为你跟谁同一路不好？你跟李诞同一路干嘛？我就只论化妆这件事，但是我们长相不是同一路的。然后女明星真的随便在机场拍，在哪里拍，他们就会说，只要我没有笑，他就会说小 S 面带愁容，对，想必又是家里不开心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比如说衣服走在公园，然后只是一阵风吹过来，然后这样砰一下就说小 S 现在小腹微凸，已经是有妈妈样。然后就想说，然后想说是明星是不能有一点点走样吗？就谁规定女明星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前凸后翘，手臂细到这边都凹下去？你就是啊。我是很努力的 ，keep 不住。你知不知道我每次录完音有多想回家点一杯酒，然后吃 spaghetti？ 但是他们说 spaghetti 是淀粉，我一边吃都一边想说，要不要再把它吐出来？当明星真的很累。所以你想要开始过放松的生活？我此刻我真的很希望跟李诞交换灵魂。交换灵魂是就是交换身体是吗？因为你长这样，你都可以这么自在。对啊。为什么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这么样的有压力？应该是他已经那样了，所以没有什么好努力的吧？听完觉得好不自在。你为什么假装黄豪平不存在？大家都假装我不存在吗？就是有需要聊到你吗？没有，因为是现场认识黄豪平的观众朋友们，请举手。哇，有1/3的人认识你，还可以，我满足了。这位是高兴小姐。你好，大家好。高兴，你是谁啊？啊，我是优酷的艺人，看不出来吧？所以不是我们发你，是优酷把你塞进来的，安排的。对。那位长发女生是雨润小姐。Hello S 姐好，康永哥好。小姑娘看起来年纪很小，可是她号称是第一批网红哎。应该是10年前的事吧？她以前的艺名叫芙蓉姐姐。你是芙蓉哦？我不是，我当然不是。芙蓉姐姐，你真厉害，还不错啦。因为是第一代网红的关系 ，P 图应该非常的厉害。对，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呢，是我要用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的荣耀石来拍一张照片，然后呢，他要现场示范给我们看，2分钟之内就把这个照片 P 得很漂亮。好，来扭蛋。哇，很辛苦的先生。你有名字吗？他说他叫扭蛋人呢。你有跟你爸妈说你会上这个节目吗？第一次上节目吗？哇！你连眼睛都不要动。你有跟你爸妈说你会上这个节目吗？需要帮你的爸妈问好吗？你的爸妈叫什么？他说他爸妈叫扭蛋。所以扭蛋，谢谢。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因为要考验修图能力，所以你觉得我应该拍谁？那这义不容辞嘛，对不对？
好的。所以要把我们 P 的一模一样，好不好？我可以把你 P 成芙蓉姐姐。荒唐。这荣耀时本来就拍的很好看哎。哎，你在干什么啊？这个你在干什么？哎，雨润，你不是2分钟可以 P 好吗？这李诞有点太难了。这是啥？李诞太难了。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把他头弄小。对，我把他头变小一点。我在救你耶！这太恶心了！把他的头变小。你看背景都扭曲了，后面哎，你不用管这些啦。眼睛可不可以变大？他的眼睛。眼睛变形了。主要是他本来眼睛就变形，你看他卡着肉哎。太难了！哎，我第一次发现我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雨润一只鬼打墙的只 P 这个部分？哇，鬼斧神工！有没有？有。醒了！我说真的，你需要我，真的。我不需要。好了，雨润可以了，可以，我受够了，可以了。雨润展现了第一代网红 P 图能力嘛啊！你是不是感谢我，李诞？我也真的想死。蛋总。他真的不在乎你们的攻击，因为他生活很幸福。对，他没有在把你们放在眼里。他女朋友非常漂亮，我调查过。你们这么大艺人关心这些玩意儿，真是的。他的女朋友会胜过等一下要出场的那位来宾吗？那倒是了。我们看这个账单，然后请他们几位从这个账单来分析哈。高真姐姐，我们现在有一个环节需要查看一下您的天猫账单，麻烦您告诉一下，就是您的天猫账户密码。好，小声。我们看这个账单，耐用轻便竞速女孩钢丝减脂，粗女性口。跳绳男士单人，哎，跳绳的头衔这么长啊？他们是为了就是你好搜索，你比如说我只打一个跳绳也可以搜到这个，我只打一个男士单人也可以搜到这个，能够引发大家各种联想就好了。好，接下来全部是护手霜哈，所以他手非常干。我只是爱涂护手霜。你们女生买护手霜会买不同口味的吗？我不会，买一种。买一种用几年？真的，他这样换很多种的意思是手多，有6个手，千手观音，这是习惯。我觉得一般女生应该是买个2条，然后1条放家里，1条放包里啊，然后那可以用很久。还是说会随着不同的气温跟季节？我就说，因为他年纪大。好了。应该是人很大方，送给身边的朋友吧，觉得这个好用。我们往回搬一点，马上就要出来了。天哪，他吃什么？降枕肘子1500克的红烧蹄膀。1500克大概多大？这么大吧？就是一个整的肘子，挺大的。一个整个肘子，整的肘子。你想他不配白饭，就这猛啃那个。好，接下来爆珠香口丸，买到这么强烈的名字，你常喝酒的人恐怕需要。对啊，你吃完酱肘子也要吃一个啊，对不对？他这个没办法的。对，他啃完酱肘子，然后就抓一把爆珠，然后开始擦护手霜，然后跳绳，然后最后再自拍一张，这样子。素食酸辣泡面，哇，它口味非常重，这个很不像女明星吃的是吧？很不像重口味。从账单判断是重口味，然后是豪迈型的，买一箱12桶，整箱。这个不是我怎么越看越像 S 姐的？我才不吃这些嘞，这是你吃的。好，我看后面来，清肠。吃完红烧肉需要，因为吃太多肉不吃蔬菜，可能就会不是很方便啊，会胃胀气什么的。你们到目前为止的推理就是说，这个人是过了一个自我毁灭的生活就是了。他没有，好像目前没有透露任何养生的成分，是吧？对，只有一个那个足浴粉。又来牙刷。好，又来了口香丸，然后牙刷又来了。
哎，有瘦身的产品，七彩弹簧呼啦圈，这什么？这是一种那种软质感的呼啦圈，比那种硬的难摇，就非常的费力，更费力，对对，更费力。我是觉得我猜出他是谁，他应该是贾玲，女汉子，身材那么大一个，是吃肉完全都没有拘谨的，然后他发现说自己要开始运动，买一些运动器材。你觉得李诞会不会建议你也不可以乱讲贾玲？没事了，而且说喜剧人通常跟喜剧人是好朋友啊，没有了，没有，没有。那我接下来都跪着讲，好不好？我就这样跪着。喜剧圈有这么在乎伦理哦？对，还蛮讲辈分的吧。我没讲什么缺点啊，我说她是女汉子啊，这个就够了。感觉在家里不是特别注意形象，可以就吃肘子，然后吃泡面，表示这个人是平常在外过于重视形象，回家才会大解放，就赶快就是把衣服一脱，然后就赶快吃泡面，然后吃肘子这样。从账单来看，感觉就是个肥宅，棒，帅。我就喜欢这种年轻人，太好了！康永哥现在出来就这种自杀式红法是吧？就不要命就可以红是吧？不是吗？继续说。他在那边吃泡面和肘子哎。你其实认识等一下要出场的这位对不对？认识。熟吗？不熟，见过一次。你有没有勇气让我问李诞，就是如果我现在约一个人吃饭，他会希望我约你还是约那个人？我敢。你敢让李诞回答这个？因为我觉得李诞不会想要跟他吃饭。我现在怎么回答？对，谁本人比较漂亮？本人比较漂亮。讲真的啦。讲真的，我女朋友比较漂亮吧？S 姐。你觉得我比较漂亮？对啊。为什么？因为你好开心的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比较生动。说得好，对不对？你真的很会选字哎。因为另外一个人比较僵直，对不对？好，各位，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进场了哈。我先跪了，不好意思，哎呀，太虚伪了！你知道他心机有多重吗？啊！第一集我们来宾转过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这样转过来，然后他转的时候，你们有发现什么事情吗？背后有一个人拿一个那个吹风机在吹他，他这样一过来，然后头发这样飞。你要不要试一试？我不来这一套的。我帮你好吗？我不来这，你帮我的话，我帮你。要准备好了哈。女神哦。好不好玩？他都讲不出来了。你不能吹正面，你要马尾飘。好，我再练习一次。马尾飘。你再给我乱吹，不是这一面。徐熙娣，我有帮你准备一样东西哦。咦？扭蛋人，我需要你。哇，我在那儿。神出鬼没的。谢谢。哦，我记得这个，而且它下面要写一个字，对不对？谢谢。没有人看到这个箱子，没有人看得到。什么事啊？就是给你站的啊。我很好啊，现在站得很好啊。怎么样？有哪里不好吗？你推我干嘛？你可以这样。你知道我站这干嘛？像你眼睛就可以跟，你眼睛可以跟他对到。你觉得观众是瞎了还是怎样？我根本就不 care， 我比他矮这件事 ，OK？ 刚刚人家李诞就说了，我比他漂亮，我比较生动。他说你僵直，是哪里不生动了？我不生动，我不生动。哎，林志玲，
你知道李诞有女朋友？对，他女朋友很漂亮。你有看过他女朋友吗？有。我们把他照片亮出来可以吗？啊，别吧，其实无所谓，反正都知道。这么漂亮，怎么回事？哇哦！哇哦！他是艺人吗？没有啊，不是。你是靠感情追来的吗？对。他喜欢你什么？啊，就美色啊。什么？就美色啊。你刚才在志玲没有出场前，你说你女朋友比较漂亮。我觉得志玲姐应该也心服口服吧。很好，我喜欢有自信的男人。好嚣张哦！至少他比你年轻。不会，护女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女朋友的话，你跟林志玲吃饭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想象吗？只有尊重，连前辈。女生超讨厌被人家称为前辈的。那怎么办？我真的是从小看他们。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从小到大，气死我！徐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从林志玲第一次来康熙，你决定叫我们替你准备箱子，到现在你不再需要箱子，这中间你的心态怎么升华了？我觉得是你生孩子了。后来我发现观众爱我不是因为我的外形、身高，巴拉巴拉，是因为我整个人就是风趣幽默、生动。观众喜欢我带给他们欢乐。可是志玲也很生动啊。没有啊。你多久不敢穿这种衣服了？我没有不敢穿，我是觉得何苦那么累。不管再怎么瘦的女生，坐下来的时候，这边就是还是会有。林志玲知道她要坐下来啊，她绝对敢坐下来啊。来，志玲坐，她一定是从头到尾。林志玲小姐，请坐。优雅。哇，她坐了，她坐了。你有没有看她挺多狠？她已经挺到她那个脖子的青筋都要爆炸了。本节目由让你发量蓬蓬的袋鼠发膜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花花衣物一颗搞定的汰渍3色洗衣球联合冠名播出。懂你才会更爱你。本节目由百度 AI 带屏智能音箱小度在家特约赞助播出。天猫小黑盒新品优选，心意之选。本节目由天天让你开心的天猫小黑盒独家互动支持。下载新氧 APP 看明星变美的秘密。本节目由3000万美容达人口碑推荐的新氧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更潮美的荣耀石赞助播出。信用卡管用卡牛，本节目由卡牛 APP 赞助播出。就算戴1天头套，头发也不扁塌。实名安利给大家袋鼠发膜，给细软发质砰砰的营养，让你的头发随时展现砰砰空气感。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兴。作为一个30线的女艺人，能让自己活得高级是我的目标。当当当！当妮护衣留香珠，持久留香，让我随时随地自带女神香，能够打败火锅、烧烤味道的衣服香水，还不赶快了解一下？我觉得林志玲最近比你诚恳。怎么说？就是我问她任何人生的问题，她都回答。我从跟你还没有很熟开始，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都是直接回答你。你最近婚姻怎么样？非常好。笑个我讲真的耶！你讲真的，你干嘛含泪讲啊你？我没有含泪，我有泪吗？我还觉得眼睛很干呢。我刚刚那是很真实的答案呢。你觉得林志玲相信吗？她相信，因为她见过我先生。你看她那个同情的眼神。她见过我先生，她看过我们俩相爱的样子。对不对？你讲话，你讲话。我相信。你接话可不可以接快一点？你看过他们夫妇相爱的样子？有。大概是8年前吗？没有，他们只要在一起就黏在一起。
各种抱啊。然后你要讲我老公多会照顾朋友什么的，是一个多好的人。你老公超会照顾朋友的，对，他对朋友真的很好。他对我也很好。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你脑袋瓜子里面什么我还不知道。所以你有在为志玲的单身操心吗？有一阵子我本来还替他开心了，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像是真的消息，然后就有记者问我，我就说如果是真的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他赶快，就这样吧，就嫁了吧。我会很真心的祝福他。可是现在好像又没了。哇，好真实哦这一段。那我们节目是走真实路线呢。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很放得开？就是没了他就说没了。我没有听到他说没了，没了。我现在是单身啊。那你现在还有在期待再找一个吗？还是说你已经累了？希望有吧。为什么都是他在找一个？为什么不是别人找他？对啊，你都没有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吗？有，就明明你就是第一名模，为什么还是要你去找男生而不是男生？我有反省，我觉得可能问题是在我自己身上。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你要跟你女朋友分吗？啊，我不配，我不配。你觉得他的问题出在哪？他怎么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太完美。观众朋友觉得太完美，反而让男性有压力，是不是？好，请问我们刚才我们在账单里看到的东西，他们觉得有几件纳闷的事情。第一个，为什么喷嘴巴的东西很多？我真的很担心口臭这件事情。就别人如果有口臭的话，我就会保持距离，然后就是确定说自己随时都是在比较好的卫生状况内。是曾经有人跟你说过你是口臭，你才有这个阴影的吗？没有，就是习惯了。我就是很喜欢刷牙，然后很喜欢清洁牙齿。其实你清洁牙齿的手势是错误的耶，应该是这样。没有人会这样清洁牙齿，这样是塞不进去的。这样跟牙缝是怎么塞？你刚刚那个什么？因为它是清洁牙齿，因为一定是用牙线嘛，才可以把那个缝里面的东西抠出来。还在那边是要去哪里？这是李诞说你很生动的原因。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了。你的酱肘子的用量是？用量？什么用量？你买的量很大。啊，对，分享包嘛，对不对？是跟家人一块吃还是？跟工作人员。你是每天都要吃吗？因为有时候你会工作的时候怕肿嘛，隔天肿就会吃比较清淡一点。然后一段时间工作完了，我就会很想要稍微放纵一下，可能就会暴饮暴食。你觉得他吃泡面会比你漂亮吗？会这样吸进去吗？好，来泡面进来吧，来。真的有泡面吗？等下我先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哈。认真的耶。那有什么好示范的？那个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吧。红烧肉，徐熙娣，你吃红烧肉应该不会不好看吧？我吃东西一直都是非常有气质的。一口。给他拿点水好不好？你不行，有10分钟都不能讲话了。喝点水，喝点水。他其实帅气要跟我们一样大。他用手遮，我刚没用手遮。你看，你这个人真的。可是他现在表情比你可爱怎么办？而且他还在跳舞好像他吞咽完速度比你快，你还在弄所以他挑的是肥肉比较多的。可是吃肉很简单你是一个很文人的，拜托哈。仰望诗和远方的吃法。遥望着远方。那个肉也要够吗？很够，很够。有像那只袋鼠吗？放着远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呢，是令我感觉到非常意外的。我们以为养生这件事情，追求青春永驻或者长生不老，应该是起码40岁以后的人做的事情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看到调查出来，阿里数据告诉我们，
搜寻养生这2个字最密集的年龄层是18到25岁。各位小哥哥、小姐姐，现在开始养生，满脸胶原蛋白，让你 C 位出道不是梦。养生已不再单单是老年人的 pick。通过阿里数据统计，我们可以得知，在购买养生产品的消费人群中18到29岁的比例竟然高达52%，紧跟其后的是30到39岁，也占据了30%的高比例。而跟养生有关的热门关键词搜索中，用最贵的护肤品熬最长的夜，非常作的朋克养生，开始出现发福、失眠等早衰初老现象的中年少女，不想和英国王子组队的发际线阵营，成为了年轻人最爱搜索的 Top 3。跟养生还是不熟，不要冲动右上角，让我们一起向花花了解一下团，了解了解吧。朋克养生形容90后一边作死一边养生，一边玩到很疯。就是我去就是外面 KTV 夜店，我都是点那个红枣茶，就一边喝红枣茶一边喝酒。枸杞红枣大家都知道吧？以前长辈们就喝啊。所以是家教，有样学样，其实一点用都没有。雨润，你也有特殊的原因吗？不是，就刚做红人的时候，以前很穷，也没有钱养生以前，但是每天都要 P 图、修照片，有的时候连续熬夜4、5天。你 P 图是要熬夜4、5天？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新，所以可能一下子要 P几百张图，都是我自己来，因为也请不起别人，就要我自己 P， 那真的是要熬夜，还有剪视频，你知道有多烦吗？剪视频，你知道有多烦吗？多烦吗？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这样子长期熬到后来，我真的3、4天会睡不着觉了，就身体变得很不好。从那时候觉得，我如果再不调整自己的作息，就是开始养生的生活，就真的不行了。你有使用枸杞的习惯吗？还是会。用在哪里？保温杯里啊，枸杞。保温杯。它有一个神秘的保温杯啊，里面常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养生茶。对，补气呀，补血。有用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哎。另外一个词是中年少女。哎，你认为中年少女是几岁啊？我们90后也不算是少女吧？他们男生看到我们都会说：“哎，你们这个面孔都已经老了，是不是？”这一集是为林志玲而做的吗？我走了。每个人都在说话讽刺她。可是志玲就是少女感很强啊。对呀，对呀。你吼那么大声干嘛？你们5个人等一下要告诉我们你们对于养生这件事情的看法。每期节目，我们将按照主题邀请各领域消费习惯人选，组成花花了解一下团，借由他们的经验为我们提供话题、提供意见，到底他们所带来的东西能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同？而坐镇花花观察室的权威专家又将会如何分析他们的行为还有心理呢？一起来看看吧。然后志玲，你想先听谁的？我的养生方式是非常非常全面的。那我是想要变漂亮，所以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一整天都在养。那这个桌子完全放不下我的东西，所以我有把家搬过来。对，差不多半个家。来拿进来我看看。哇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穿这个背背夹，因为它可以帮你把那你是说治疗驼背的吗？对，它很有用，它真的很有用。就是你每天开肩的，然后早上起来穿着到晚上睡觉你再脱掉。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早上起床，然后这样子往后拉就好了？哦。但是我拉一拉之后，一会儿又想要脱下来。他不是一个喜欢靠自己的力气的人。对，然后呢，然后早上要喝很多的五谷粉。OK。就是什么芝麻的，你们知道芝麻是补什么吗？头发吗？对，补头发。然后杏仁是补什么？哎，可是你早上吃那么多东西你就饱了耶。对呀，就不用吃早饭啦。所以有一些瓶瓶罐罐的是保养品吗？这下面这个瓶瓶罐罐的，就是这么多药，就是我晚上睡前要吃的。像是那个蔓越莓，它是对女生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葡萄籽，抗氧化，太重要了。美白最重要的就是抗氧化，还有就是美白丸。哎，为什么美眉对你们2位巨星讲话的时候，好像觉得你们不懂美白的样子？不是，我是寻求那个。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现在都很容易放空。所以你现在有一种历经沧桑再回头看他的感觉吗？就是说这些东西谁不知道啊？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哦，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抽脚的。这我真的没看过。竹蜻蜓是不是很适合他？像哆啦 A 梦。我刚好拿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就是哆啦 A 梦这样子。对啊，就竹蜻蜓。没有，它不是这样子用的，它很瞎，它是一个瘦脸的东西啊。然后它自己是不会动的。用给我们看。
希望你永远都那样。这样会使得咬合肌更严重哎。他说是能够让你的嘴笑得更加的灿烂，就有的人不要再聊这种废物了好吗？再找一个让你有票可以那个投的。这个训练的非常的好，他太适合那个大长腿了啊！叫我来。他是锻炼的，你知道吗？他锻炼那个臀部的肌肉，你坐在上面就在锻炼了。你要握着两边。这晃吗？然后。对你往左右晃，哎，左右晃，哎，然后就跌倒了，都出来了，你干嘛？什么烂东西啦！雨润，你介绍的一种好奇怪，这个真的锻炼得到吗？而且你说适合大长腿，他在这边根本动不到啊。不是，他在这上面动着，然后你就可以前后左右这样动。不是，你根本坐不稳啊！就零票啊，真的是零票。其实还好啦，是坐稳还是可以坐稳，就是很难动啦。原来那个超市门口有一种叫摇摇乐，知道吧？投一个硬币的那种，1块钱就可以摇得很爽很稳，还有音乐厅，好吧？还有喜羊羊造型什么的，多好！我没办法想象你在家看起来会有多愚蠢。所以他只能在家里用。对，这些不能被男朋友看到。就你平时做完这些运动之后，你就会大量的出汗，那你就一定要洗衣服，对不对？出门的时候不仅脸上要很漂亮，而且我们的身上也一定要香香的，这样才能更有魅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当妮护衣留香珠，衣服香水用当妮，持久留香万人迷。哦，你们今天干嘛都讲押韵的句子？太有道理了，我都没发现。对，那个超棒的，超棒超棒。在场各位就凭你们高兴就行了哈。就是认同刚才雨润所说的，请按1；不认同的请按2。来按吧。不是，他们这些人就应该是女生居多，他们只是看颜值，这些人不公正。志玲，你人生有经历过吃这么多东西的日子吗？我觉得太多了。吃这么多会 OK 吗？有点极端，感觉就是你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要定闹钟。对，而且每天他说他睡前要吃40片药，太多了。肝脏都不好了吧？应该。对啊，那美白都会伤肝，但我有吃护肝片。其实我觉得，不管每一个阶段，你都有当时的身体和你的状态，然后身体也会给你相当的宽容。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过度的，包括这些保健食品也好啊，这些被动性的运动也好，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反效果。那我觉得每一个年龄去接受那样子的身体和那样的状态很重要。潘雨润呢是长得很精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她就属于我们生活中典型那种叫重度健康保养者。那这个重度健康保养者呢，其实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些瓶瓶罐罐身上，从头到脚一个细致的护理。那其实在我看来呢，是有点过度了。就第一个，他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未见得都用到，其实这就是造成一个社会资源的浪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有点过于细致了。就像养生堂这样的节目，有一批观众是看了以后每半小时量一次血压的，最后记下来厚厚的一本血压记录，然后给到医生说，你看我的血压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种就属于就是叫过度健康、过度养生的这种关注者。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我觉得要卸下健康的包袱，因为实际上你已经比别人多投入了几倍的精力在健康上了，如果过多的投入这种精力在上面，又会形成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会造成你好像有一个药没吃，有一个营养品没吃，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涂，自己就感觉不舒服。这样的话，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呢，要让健康呢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陪伴你左右，而不是变成一种重度的负担。那志玲，下一位你找谁？高兴的，好了。我养生的看法就是跟风，因为我觉得别人筛选过一遍的那种就比较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打开电视，就看到那个养生节目，就说就是脚底啊有很多穴位，你自己去足底按摩，你可能就要花很多钱嘛，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什么？就是上面全部是对应的每个地方，密密麻麻，你要看一下吗？问题是每个人脚的大小不同啊，可能那个穴位会。我给大家都带，它是均码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穴位它对应的是身体哪个地方，它这个袜子上面都有标记好。它不会掉色吗？感觉。哎，你们去吃那个烤肉店啊，就是那个牛的部位就是那种。谁要穿？丑死了！我猜不出来。在脚底可以按肩胛骨啊。对啊，就是它有不同的反射区。你看它扁桃体竟然是在大拇指哎。就比如说你胃痛的时候，它点这个地方按3次，每次按30下，它是真的有缓解的作用。啊，先生，请进来，手牌拿一下来，我们。3号技师来，3号技师来，先生要什么力度啊？就最用力，最用力的哈。对。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哪里不舒服啊，先生？就我感觉浑身不舒服，特别腰不舒服。那我可以用这个按吗？可以，那还是算了吧。啊，这个真的是我平时在家里会按的。然后就是有一次看到志玲姐姐发了那个健身的图片，我也想去健身，然后我就去搜附近那种单次体验的，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像明星健身都是有私教的，健身完了之后还有私教给你按摩。没有吗？没有。他就说你这个肌肉，别碰我，刚抠完脚，这是解乏解了半天，过来在这儿。我有私人教练，可是她是一个女生，她按完之后会教我们怎么样自己拉筋放松。他们就用那种跟狼牙棒似的那种棒子，就是给那个按摩，然后。但是要花钱288一次，然后我就回去看，发现家里有擀面杖，我就自己一边看电视。我的教练有给我那个滚轮啊，用那个又省钱又好用。所以你说你都是跟风，意思是这个是在养生节目学的。然后你自己试了以后有用吗？然后人家是老中医按嘛，所以我就买这个袜子按。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是真的有用。就比如说，它有一个穴位是解乏的，我就会，比如说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自己脱了鞋，就在那给自己这样按。解乏的，就是累了，是不是？对，就你好怕困，然后上场状态不好。荒唐，真的有用，你不要什么都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各位，刚才高静小姐的解说，你觉得认同的请按1，认同的我送袜子。哇，你走开的票好高哦。超过70%的人叫你走开耶，不过还是有28个人认同你。谢谢28位衣食父母。志玲，高兴的介绍你要认同吗？我不会这样做哎。又有一个走开。其实高兴这种跟风养生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中了我们很多时候的消费陷阱。因为总有一些人制造出一些新的健康养生方式，其实是为了卖他那个产品。那对于养生袜这种呢，我觉得就不错。因为什么呢？我们对于这种现在大众媒介推荐的千百种、千万种健康的这种保养方式，其实我们自己要有甄别。那比如像足疗，足疗其实是被大众包括被世界所认可的一种健康养生方式。那如果这个袜子中呢有穴位啊，有对这个足部的按摩，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对于这个你整个在这个网络上推荐的这些商品，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做花花万物这个节目，其实为了避免消费的盲从，我们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绿色的健康方式，而不要乱买。乱买之后又造成非理性的消费，不仅浪费钱财，而且浪费资源。志玲，下一位你找谁？好，下一位我们有请小麦。我的养生呢，就是那个老干部式养生，就老干部式自然养生法，就是主要我平时呢就是不抽烟啊，不喝酒啊。为什么要看着他说？对，那个不熬夜，不蹦迪，就是主要就是自然修养。那你的娱乐是什么？就在家里工作啊。什么是可以让你嗨起来？就嗨着工作啊。荒唐。请问你的养生跟吃喝有关吗？对，有，就是而且就是食疗嘛，我最注重就是食疗这一块，就我带的东西就是相关的。看看，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优秀。哇，一个锅。对，就家里祖传下来，传了好多年的。这看上去很新呢。就保养的好啊，就是要炖不同的汤。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干嘛？你过来干嘛？尝一下啊！你里面有汤啊？有啊，我准备的。你自己炖的吗？炖的，对，熬了7天啊。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熬的？真的是我熬的。
感觉喝了会很肥耶。但是这个汤是有故事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每天。不好意思，我不想听。我最怕听到别人说这是有故事的，代表那是很长的一个无聊的东西。不会，很短哦，很短。是不是就是家里头祖传的配方什么的？不是，就是专门会请一个中医，然后每周6晚上来家里，就是把脉啊、问诊这种，然后知道你下一周就在食疗方面应该怎么改进。我觉得这个你要问现场的100个人很难认同，谁能够1周请一次中医来家里把脉？而且还要天天自己炖汤，很麻烦呢。不会啊，晚上炖好，早上直接喝就好，其实比早上做饭还方便。S， 你猜叫他走开人会比较高兴走开人多吗？我觉得会。他这个帅没有意义啊。你一定交不到女朋友，对不对？真，你要介绍一下吗？你太无聊了。好，现场的100个人，如果你认同刚才小麦说的，请按1；不认同，请按2。哇，这么多啊！小麦呢，由于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他采用这种就是定期啊，有医生过来拜访咨询，同时给他出一些大数据报告的方式来养生。我觉得是我们未来消费升级的一个理想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呢，小麦另一个值得点赞的方式呢，是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养生方式，比如说煲汤。我们看 TVB 的剧，经常就是我们关心一个人都说我煲了汤给你喝，对吧？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汤是一个中国人养生的一个基础。首先大家知道汤就可以养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等于汤里面所含的那种各种营养啊，它也不是这些西餐中所能有的。所以我们推崇一种中国传统的健康养生方式，这也就是说，可能中医作为一个我们辅助的基础，但另外呢，就是这种西医的检查方式也是必要的当然，小麦这种可能有点过度1周检查1次可能有点过，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条件，维持半年到1年的一个体检，其实对你健康的那种关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出了病以后，把钱都交到医院去了，然后最后自己身体也不好了。如果能够多做体检，提前做体检，把很多病消除在萌芽状态中，同时采用这种我们说中医的这种辅助方式，是吧？这种营养的煲汤方式，包括比如食疗的方式，像小麦这种，那么同时配合以西医的检查，一个人的健康一定能够管理好。接下来还有2个人没有讲，这里蛋哥。这李诞就是，人养生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我一讲你们就能明白。请说。你说养生大家都说不熬夜，对吧？就是日落而息，日出而起，然后呢，不玩手机，不要呼吸太脏的空气呀，不要受噪音污染，对不对？古代人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嘛，平均年龄40岁嘛。古代人生活跟现在所谓的养生观念是非常契合的，他们也不怎么吃肉，吃不起肉，就吃点菜，然后天天还要劳动，就全死了。我觉得是因为古代医疗不发达吧。你就是相信科学就好了，而且运动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有2个好朋友，打篮球腿都断了，就是打篮球，然后身体特别好，全肌肉，然后腿断了。我看到他们，我觉得我也不羡慕他们的肌肉啊，他们肯定还羡慕我有一条好腿，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不胖啊？你如果一直躺着的话，就所吃东西比较注意吧。所以你今天没有推荐任何东西？有。哎，你不是不养生吗？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好吧？什么东西？因为我活得太不健康了。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你看到街上人猝死，就他倒下去了，你抠出实力塞到他舌头底下，可以把他救活。我小时候，我爸真的就用这个救过一个人的命。就真的有一个人倒在街上，他用这个把他救了。我随身也有带，我救我。你看他也有带，我也很怕死啊。你录个节目，就万一自己倒在地上，赶快口里我放2颗。可是你有心脏哪里不舒服吗？就怕他不舒服啊。我也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药效怎么样，我只不过心理安慰，我装着它就心情好一点。我有一次在外地念书的时候，半夜身体不舒服，然后当时我们家里有一颗救命的丸，丹药。红色的这么大，是什么病都可以救吗？说什么病都能救，大还丹这么大一颗哦，然后结果它太大颗，我吞的时候就卡在这里，我本来没有要死掉，差点噎死，就差点死掉。
所以你那个丸很小很小小颗吧？你实体真的实验过吗？我吃过一次，然后你真的活过来了吗？因为就很精神。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这个耶，因为最近猝死的人好多。对，我就是怕这个猝死。蛋哥今天独排众议，就是不必养生，然后出事也就吞葫芦里的药丸。你人生有过振作日子，说我要试着运动或者是运动养生？真的没有，所以你现在变成了一位作家，是因为作家可以坐在那里不要动。我就是不爱动。过马路如果已经快要红灯了，你会稍微跑一下，就是赶快跑过去吗？啊，那个应该会吧。这个不然就要用到速效救心丸了。你还有一点理智，放心，你就放心了。我真的好好奇你的票数哦。对，我也挺好奇的。好，我们为李诞投票吧。还行，谢谢，很高哎，谢谢，他是高兴的相反哎，谢谢，真的完全跟高兴相反哎。有人不认同救命丸哎，我这个其实挺荒谬的，大家还是多运动，别听我的。投完票了才猜自己底，自己都说自己荒谬。我为什么有印象？你在微博的上面你有打篮球啊？我很早以前，但我打篮球就是那种，你知道吧？摆拍，然后就站在旁边，有人传给我我就投一下，没人传给我我就站着那种。所以你不会去抢球什么的？不为而治的打篮球。对，不会动的，很恶，懒得要死。所以你现在任何会说服你去动的事情是什么？女朋友。就出来工作吧。志玲说女朋友可以使你动吗？我女朋友比我还懒。我们2个人就是得互相鼓励才能出去吃东西，不然就在家里就这样。所以就跟女友一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就不想动。我们家是那种地板、沙发、床都可以躺，就是到处都是可以躺的。这么舒适。互相鼓励要怎么鼓励才会出去吃饭？就说咱们这样下去真的会出事。说已经躺了六天了吗？真的，说我们出去见见人好不好？说就这样，有一种乱世鸳鸯的感觉。好，你的票数到目前为止最领先哈。其实李诞的这个观点我是支持的，因为实际上李诞是用一种我们叫随遇而安，再加上紧急情况下的这种救援防备的方式来进行养生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讲，有的时候如果受一些媒体的误导过度的去做一些养生，其实不见得好特别是现在养生产品有些时候未必每个都靠谱那么李诞这种方式呢，就首先是自己相对的随意随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种速效救心丸等等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安全。其实李诞这种随遇而安呢，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作为青年的懒惰心理，总觉得我自己身体还没有那么不好，是吧？还很健康，所以就不太去关注随遇而安是对的，但是呢，前提是你掌握自己各项的生理身体状态指标。所以我给李诞的建议就是说，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深度的体检，掌握自己身体的动向，你也知道哪些应该随意，哪些应该注意。好评，剩下最后一位，剩下你。我是觉得大家的养生都没有钻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说。养生应该要先养心，其实心境好了。谢谢你。你是要讲心情好多重要吗？没有，是舒压很重要。像 S 姐，你不是说你不觉得这是唐僧才会跟我们说的话吗？养生要先养心。对呀，没有，因为像我们在演艺圈其实压力很大，常过了那个村就没那个店。我们没有跟你在同一个演艺圈。你有在演艺圈吗？有，你有本事你就讲讲看养心，我们听得下去吗？我跟你讲，如果说你遇到这种压力无法抒发的状况，我先教大家一个舒压操。你还要教我们做操？大家一起做，来。万一我们都不跟你一起做呢？那至少 MC 团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我不要，你真的说服不了我。我陪你。谢谢你，我就知道。不会很丑吧动作？不会，我跟你讲，舞姿很漂亮，所以需要用这个2400万 AI 摄影会变色的荣耀石，帮我拍下我跳舞的英姿。是医生教的吗？这是之前互联网上疯传的一个谢伯操，我把它改编成一个舒压操。如果 NS 跟你一起做，然后很蠢的话，你以后就没有未来了。那还是先不要，不是，还是可以一起做无妨。我先看你跳第一个动作，就当那个时候导演说你要当男二，但是后来翻脸不认人的时候，我很想拔他的舌头，我就把拔舌头这个动作改编成舒压操。你再说谎就拔你舌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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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扩胸的感觉。
我还好没起来，我真的我也松了一口气，我真的好庆幸哦，差一点就要站起来了吧，好开心没有起来。黄豪平，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红吗？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你要我们怎么帮你啊？不是，这种舒压操是真的有效，它有道理。它是把你有东西吗？好，我有东西。如果大家跳不起来，觉得那个羞耻心不够的话，我这边有一个物品，按一下。是故障了吗？打不开，他不想出来。一直按的。开。哦，要一直按。什么？这个东西是舒压壶，因为它有一个功效，你对它喊的话，它声音会变很小声。什么意思？例如说，你可能在职场上面，你会遇到说，你很想要骂领导，你觉得说他做的事情不对，你就对这个骂，保证不会有人听到。试试看，我示范一下。找死你！为什么不赶快退休？100年纪了，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听？我听得很清楚哎，我刚有这节目是不是100年纪了？节目组不是说这段会 mute 掉我的麦吗？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没事，我帮你舒个压，我帮你按摩舒个压。我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你们这种不知羞耻的后辈。我觉得黄豪平马上就要退出演艺圈了。很清楚吗？很清楚。我用很小声的音量，他反而放大，哎，这是害你的东西啊！各位现场的人，你们认同黄豪平的请按1，不认同的请按2。好，请按吧。等一下，不要在这种状况下投票，不要在这种状况下投票。有12个人希望，有12个人希望我。谁手举起来？我应该是为了黄豪平的勇气投给他。豪平，你应该跟蛋哥买大概1万颗救命丸，装在这个里面。救命丸，对，先送给你。现在年轻人最大的面临的健康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是2个字，叫焦虑。特别在一些大城市、1线城市，你从早上到晚上都感觉行色匆匆的人，空气中充满了焦虑。有的时候你的焦虑如果紧张过度的话，给你带来的各方面的那种情绪，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第一大的健康杀手其实是焦虑情绪。所以其实舒压壶这个方式非常好。就第一个，在不干扰到、不伤害到别人的前提下，把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抱怨啊、吐槽，包括对老板、对同事啊，去说出来。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一种宣泄。宣泄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身体的心理状态就会调整好，你身体各方面的指标也会好。好，我们今天见识到这些养生的东西呢，你觉得有任何打动你的吗？说实话，那个袜子我还觉得蛮想试试看的。豪平这个呐喊的东西就是一个自寻死路的东西。对，因为听得非常清楚。那我那个袜子一会儿再多送几双。也不用，也不用。好，蛋哥虽然得到在座人的票数，不过呢，我们最后谁得到我们今天最出彩的一位 MC 是要由大来宾来决定的。天哪，一定要选一个，一定要。对，那我就选即将离开演艺圈的这位豪平吗？你要给豪平吗？你要说理由。好，我觉得他拿出来那个 sample 不对，可是他讲到一个说心理健康才能有身体的健康，我赞同这个理念，就是他用的方式不对。来，扭蛋，请你把徽章还有礼物送进来。在那里。下来。哇！天猫小黑盒。哇！我们的礼物呢是带你开心带你飞的天猫小黑盒所提供的全年心意定制礼盒，在每一个需要表达心意的日子里面，你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小黑盒限定首发款的新品，打开生活心意哦。想要哇哦，想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徽章喽，这是我们的花花万物的徽章，如果是要离开演艺圈的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纪念哦。好，志玲来把徽章颁给黄豪平吧。恭喜你，黄豪平！离开演艺圈前的最后一个代表作，恭喜！谢谢啊！我想要志玲姐姐帮我戴，这是我演艺圈的最后一次代表作了，需要戴一下，谢谢！恭喜！
今天谢谢你们提供的养生方法，谢谢啊，非常开心志玲来了，谢谢你。上微博搜索关键字“真相吧花花万物”，更多节目惊喜在等你哦。电视看真相吧花花万物，就用酷喵影视大屏幕看更爽快。天猫魔和天猫魔屏同步播出，打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 APP， 搜索花花万物看节目同款花花万物榜单的真相。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娱乐新闻早知道，更多节目资讯关注新浪娱乐。什么值得买 APP？ 解锁更多榜单。现在很多人由于忙，基本上就几年的时间错过体检。但你知道，你这1年1次的体检忘记，其实你错过的就是一次给你身体健康指标的大检阅。错过这一次，很可能在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实际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身体管理来说，预防比治疗重要。如果把一些病和状态控制在萌芽的状态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健康就会很好。第二个呢是要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说健康的这种锻炼方式，很多人选择游泳，很多人选择走路，很多人选择跑步，很多人选择打球，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煲汤这种方式就很适合中国人，对吧？那么这个养生先养胃啊，汤首先是养胃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舒压壶，舒压壶是一种特别好的帮助青年人化解心中的怨恨和这种焦虑的方式。那其实不光是舒压壶，比如说你参加一个什么搏击俱乐部，是吧？或者比如说你自己打一打拳等等，这些方式其实都有助于你化解心中的这种积怨和积恨。那么还有更简单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早晨一个晨练的过程中，就是拥抱大自然的时候大声喊几句，在大海面前去哭一场，其实都是一种宣泄方式。现在就是由于我们空气中呢，特别大城市在创业的过程中啊，充满了这种焦虑，充满了那种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很多人的健康问题就容易出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30多岁看着像40、50岁的，其实就是焦虑感造成的。那么舒压壶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效的用最简单快捷的方式缓解掉心中的焦虑和压力。所以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放松方式。那么对于上班族来讲呢，如果有空呢，去做一些什么中医的足疗啊、推拿、按摩呀，对于缓解疲劳是很有帮助的。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我觉得那个养生按摩袜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穿上以后呢，走来走去就也能够按摩到一些穴位。这种简单的、方便的养生方式，其实更适合我们现在青年快节奏的生活。